全场死寂，金色水晶在颤抖中炸裂出 SSS 级亡灵君主4个大字。这本该是至高无上的荣耀，换来的却是全场肆无忌惮的嘲笑。在这个领主为尊的世界，亡灵君主是公认的废材天赋，因为每召唤一个兵种都要透支领主的寿命。别人变强靠练，我变强全靠克命。3年前我穿越到这，本以为今天能一飞冲天，就在刚才，我的女友周蓉觉醒了 S 级黄金半人马，正受万人追捧。可轮到我测试时，虽然异象惊人，漫天黑云中古龙盘旋，却被导师断言活不过3个月。看台上的幸灾乐祸几乎要把我淹没，我瞬间从天才神坛跌落成了短命笑话。我面色平静地走下台，周蓉却已经当众挽住了校草洪翔的手，眼神里全是嫌恶。林峰，分手吧，我可不想我的男人是个随时会死的废物。洪翔更是当众羞辱，说我这种克命的垃圾连给他提鞋都不配。我表面沉默，内心却疯狂吐槽，这退婚戏码还能再老套点吗？我的系统要是再不来，我就真要原地谢罪了。就在这时，脑海中猛然响起冰冷的机械音，系统绑定成功，检测到冥界本源眷顾，天赋开始终极进化，恭喜宿主获得超 S 级唯一天赋至尊明皇。看着眼前100米长的骸骨巨龙对我俯首称臣，我知道这世界要变天了。谁能想到我觉醒的竟是超越 SSS 级的唯一天赋至尊明皇，不仅召唤全系亡灵不耗寿命，还自带无限大的进化空间，甚至能让麾下兵种属性暴增10倍。这意味着我再也不用担心把自己克死，而是能无限爆兵，直接横推。系统送的幸运召唤更是离谱，直接给我整出一头7阶骸骨巨龙。那遮天蔽日的古翼和震耳欲聋的龙吟，让我血液都沸腾了。洪家算什么？周蓉那个势利眼又算什么？有了这底牌，我会让你们知道什么叫真正的绝望。我刚回到现实，洪翔就搂着周蓉过来找茬，嘲讽我这种废材就别进试炼场丢人现眼，免得死在里面。看着他那张欠抽的脸，我连多余的废话都懒得说，直接冷冷丢下一句傻逼，在众人惊愕的目光中转身就走。洪翔气得在原地跳脚，周蓉也彻底傻了眼。他们还没意识到那个任人宰割的林峰已经死了，现在站在他们面前的是掌控死亡的冥界之王。我大步迈向试炼场，接下来的测试将是你们所有人的噩梦。看着方圆100米被夷为平地的焦土，我彻底惊呆了。这就是7阶古龙的战力吗？时间拉回半小时前，在试炼广场，洪翔搂着周蓉，满脸杀气的威胁我，让我祈祷别在空间里遇到他。紧接着 SS 级天才池清柔也过来补刀，清冷傲慢的让我滚回家退学，别在这丢人现眼。我心里冷笑，真当我是泥捏的，给你们脸了是不是？一进入丛林试炼场，还没喘口气，一头灰狼就朝我脑门扑来。我冷哼一声，直接开大召唤古龙。刹那间，血色涟漪震荡，巨大的9芒星阵在虚空浮现。古龙庞大的身躯带着幽绿灵魂火降临，它仅仅是一口龙息喷出，伴随着蘑菇云升起，方圆数百米的凶兽甚至连惨叫都来不及，就瞬间被秒杀，连3阶高级的铁甲豪猪都化为了齑粉。我的等级像坐火箭一样飙升到5级，甚至解锁了神级技能生命共享，只要兵种不死，我就绝不会受到任何致命伤。看着这满地狼藉，我心里只有一个念头：洪翔，你最好祈祷别真的遇到我，否则这口龙息你拿什么挡？远处腾空而起的蘑菇云和那声穿透灵魂的巨龙咆哮，让我的烈焰虎都不安地低吼起来。刚才我还在享受虐杀灰狼的快感，3阶烈焰虎的强大让我确信自己就是这秘境的王。周蓉依偎在我怀里，嘴里全是对比我那个废物前任的厌恶。我甚至放话回城就弄死他。可这场突如其来的大地震颤让所有人变了脸色，小弟们吓得直打哆嗦，甚至怀疑是传说中的7阶巨龙现身了。开什么玩笑？这试炼的最强的也不过是5阶巨魔蝎，怎么可能有那种怪物？我嘴上虽然不屑，心里却开始犯嘀咕：要是真有重宝现世，那绝不能落入他人之手。我随手一指，逼着那个吓破胆的小弟去爆炸中心探路，看他那副想拒绝又不敢的怂样，我心里一阵鄙夷。只是那团烟雾背后的龙吟声越来越近，仿佛某种沉睡的恐怖存在正缓缓睁开双眼，而我们似乎已经成了他眼中的下一顿美餐。看着眼前被古龙一脚踩成肉泥的双头魔，我只想冷笑。上一秒还在叫嚣要杀我的跳梁小丑，此刻正瘫在地上，连求饶声都卡在了嗓子眼。时间回到几分钟前，我刚觉醒了至尊明皇的逆天技能生命共享，只要我的兵种还在，我就是不死之身。我命令古龙奥伊斯横扫试炼场，他那遮天蔽日的双翼掠过丛林，龙息所过之处皆为焦土，爆炸声此起彼伏。就在我淡定观战时，洪翔的小地甲竟然带着双头魔杀了过来，看那兴奋样，是把我当成行走的功劳簿了。这家伙之前在入口处就对我比划过抹脖子，现在更是一脸狰狞的指挥兵种抡起狼牙棒，叫嚣着要送我上路。我站在原地动都没动，内心毫无波动，甚至有点想笑。这年头找死都排队吗？眼看狼牙棒即将落下，大地崩裂，巨大的古龙撕破云层俯冲而下，像踩死蚂蚁一样，瞬间将双头魔碾成碎肉，血腥味弥漫开来。古龙那山岳般的脑袋缓缓垂下，冰冷的死亡气息瞬间锁定全身瘫软的小地甲。卑微的爬虫，你打算怎么死？遮天蔽日的7阶古龙凭空降临，刚才还叫嚣的小弟吓得当场尿了裤子，疯了一样质问我一个废物凭什么能召唤出这种存在。我懒得废话，直接命令奥伊斯开饭。龙息倾泻而下，地面瞬间崩开100米沟壑，那家伙连惨叫都没发全就彻底蒸发。听着升级到8级的系统提示，我心中冷笑，原来杀人也能拿经验。等我组建起亡灵大军，这个世界终将迎来我的天灾。我带着古龙深入试炼空间，刚好撞见校花池清柔在挨揍，他那只引以为傲的4阶火焰鸟正被5阶巨魔蝎按在地上疯狂摩擦。池清柔一回头看见我，脸上的厌恶瞬间拉满，开口就让我这废物赶紧滚，别在这儿装腔作势，甚至觉得我这种等级根本不配跟他待在同一个地方。我差点被逗笑了，这女人的脑回路确实清奇。还没等她骂完，巨大的阴影已掠过头顶，奥伊斯裹挟狂风俯冲而下，像踩死臭虫一样把那不可一世的巨魔蝎当场踩碎。漫天血色中，我看着池清柔彻底僵在脸上的冷笑，一步步走到她面前，语气冷淡的反问：现在你觉得我想干什么？
看好了，这就是传说级的七阶古龙。我看着池清柔那副见鬼的表情，心里别提多爽了。他在那疯狂脑补我付出了多少寿命才换来这战力，殊不知我刚升到10级，还觉醒了神级技能合体。只要我跟古龙融合，战力直接飙升到8阶，捏死个5阶 BOSS 跟玩一样。面对这女人所谓的天才傲气和冷嘲热讽，我只回了她一句：你是不是太自恋了？她气得脸都绿了，却不知道此时的学院校长已经乐疯了，认定杀掉巨魔蝎的是他的宝贝学生池清柔，甚至都开始商量给什么奖赏了。在他眼里，我林峰依然是个彻底的废人，根本不可能是杀掉 BOSS 的英雄。可笑的是，校长正急匆匆的往试炼空间赶，而洪翔那帮跳梁小丑却先一步撞到了我面前。上一秒他们还一脸傲慢想找我麻烦，下一秒看到我身后那头遮天蔽日的古龙，吓得当场腿软。姓林的，你这废物怎么在这？卧槽，哪来的古龙？看着他们这副怀疑人生的蠢样，我冷笑一声，真正的反杀才刚刚拉开序幕。看着跪在我面前摇尾乞怜的周荣，我心中毫无波澜。就在刚才，我的古龙奥伊斯发出一声低沉的龙吟，庞大的威压瞬间让这群跳梁小丑瘫软在地。周荣像疯了一样尖叫，说我只是个透支寿命的废物，就算召唤出古龙也活不了多久。我冷笑着走向前，如果我是废物，那此时被我踩在脚底的你们又算什么？校霸洪翔还想拿他副城主老爹的名头压我，威胁说动了他我就别想在乌港成混。我心里冷哼，这荒郊野岭死几个人，谁会知道？眼看奥伊斯口中的幽兰龙息已经凝聚，刚才还不可一世的周荣竟然当场反水，哭喊着要重新做我女朋友，还说姿势随我摆。我正被这女人的无耻恶心的够呛，脚下的大地突然剧烈震颤起来，一道恐怖的光束瞬间贯穿云层，将厚重的积云生生击散。远处，一只小山般的9阶魔蝎之王破土而出，通红的双眼死死锁定了这个方向。他在疯狂咆哮，宣泄着丧子之痛，恐怖的威压让整片丛林瞬间沦为炼狱。那一刻，我意识到真正的麻烦才刚刚降临。天塌了！一只如大山般的9阶魔蝎之王遮天蔽日，整个试炼空间都在他的阴影下疯狂颤抖。就在刚才，我随手宰了只5阶巨魔蝎，谁成想竟捅了马蜂窝，把这尊9阶大 BOSS 给引了出来。看着眼前这遮蔽太阳的恐怖存在，连我的古龙都坦言不是对手。周围那群平时不可一世的天才全被吓尿了，尖叫着想逃命。周荣和洪翔在那疯狂落井下石，我这次必死无疑。最让我反胃的是池清柔，他一边急着撇清关系，一边厚颜无耻地要求我主动出去送死，美其名曰平息怪物怒火，为学院谢罪。我心里冷笑，这群伪君子逃命的速度倒是比练级快得多。校长张广德急得老脸扭曲，怒吼着开启全员传送。就在众人消失的瞬间，我耳边突然响起系统的天籁之音，恭喜晋升10级，获得兵种召唤机会。我没有任何犹豫，直接开启，意识沉入白骨祭坛。刹那间，血色光柱贯穿天地，在那令人窒息的灰色死气中，一名身披黑甲、被生6翼的绝美身影缓缓走出血色迷雾。9阶高级6翼道王天使弗洛拉。当他单膝跪地，用那柄血色巨剑宣誓向我效忠时，整个试炼空间都因为承受不住他的威压而层层炸裂。9阶中级很强吗？不好意思，我的新宠等级更高。漫天血色覆盖了整个学院。当传说中的6翼道王天使缓缓从漩涡中走出时，刚才还不可一世的9阶魔蝎之王，此刻竟卑微的像只土狗。时间拉回5分钟前，我刚从崩溃的试炼空间传送出来，还没站稳，副院长洪鹏涛就带着洪翔这俩二货冲了过来。他们一边给我扣上毁灭空间的死罪，一边眼馋我的古龙，那副贪婪的嘴脸简直让人反胃。我心说，想抢东西直说，编这种烂借口不嫌累吗？正撕着呢，天突然裂了，院长张广德跟被狗撵似的飞了出来，后面跟着暴怒的9阶魔蝎之王。这畜生是来寻仇的，洪翔那怂包当场就把我卖了，指着我大喊杀他孩子的是我。最离谱的是池清柔，这女人为了保住名额，反手一个火球把我轰飞，还跪在魔蝎之王面前说愿意赔钱，求他杀了我这个真凶。看着这群为了活命丑态百出的跳梁小丑，我彻底气笑了，真以为我是任人拿捏的软柿子。我擦掉嘴角的血，眼神冰冷的开启了眉心的法阵。既然你们想玩大的，那大家都别活了。当那轮9芒星阵图遮蔽天空，无尽血雾笼罩全场，属于我的神明正式降临。无论是什么等级的妖兽，在弗洛拉面前通通都得跪下。血光遮天，9阶高级的道王天使弗洛拉持剑降临，那一刻整座乌港城都在站立。谁能想到我这个别人口中的废物，反手就照出了神。看着刚才还对我百般羞辱的众人瞬间石化，我心里冷笑，这打脸的速度还满意吗？前女友周蓉那满脸悔恨的模样真是赏心悦目，估计她现在肠子都青了。而刚才还想偷袭我的池清柔，现在正像条死狗一样瘫在地上发抖，心里还做着魔蝎之王能反杀的春秋大梦。院长张广德更是惊得怀疑人生，毕竟9阶顶级的道王天使足以横扫全场。魔蝎之王这只大爬虫被弗洛拉的气息逼得步步倒退，他居然还想用秘术诱导弗洛拉背叛我，试图找条生路。他哪里知道弗洛拉对我的忠诚早已刻进灵魂。他冷漠地俯瞰着对方，眼神像是在看一堆垃圾。卑微的蝼蚁也敢欺辱我的主人。话音刚落，弗洛拉身后的6翼虚影猛然暴涨，遮天蔽日。魔蝎之王见状困兽犹斗，疯狂喷出黑色光束，垂死挣扎。弗洛拉只是发出一声冰冷的嗤笑，手中血剑顺势斩下，金氏血芒与黑暗能量轰然撞击，周围的建筑如同纸糊般被瞬间抹平，大地震颤。烟尘散去后，魔蝎之王发出凄厉的惨叫，
而更绝望的审判才刚刚开始。高空能量爆裂，血色剑光与黑暗光束直接把空间震成了碎片。这哪是战斗，简直是末日天灾！就在刚才，我还在被这群所谓的学院精英围杀。石青柔那女人的嫉妒心快要把她烧穿了，估计正诅咒我的天使赶紧战死，好让她这个天才独占最高学院的名额。副院长洪鹏涛更无耻，眼看魔蝎之王要输，怕我报复，干脆撕破脸皮要先下手为强。那个曾把我当备胎的周荣，此时正依偎在洪翔怀里叫嚣，非让我跪下道歉，说我这个没背景的废物没资格和洪大少斗。我冷眼看着这几张令人作呕的嘴脸，心里忍不住吐槽：狗男女果然是绝配。洪鹏涛这老混蛋自恃70级领主身份，带着滔天金光一拳向我轰来，嘴里还喊着为学院主持公道，真当我是任人拿捏的软柿子。我低喝一声合体，巨大的古龙奥伊斯瞬间化作极光融入我体内，在天赋10倍增幅下，我现在的力量足以横扫79级强者。我随手握拳，指尖的空气直接炸裂，迎着那老东西的拳头正面硬刚，双拳对撞的瞬间，恐怖的能量蘑菇云直接掀翻了整个广场。这一拳，老子要彻底打碎你们这些伪君子的老脸！我一脚踩碎了这位副院长的尊严，看着他在我脚下像条丧家之犬一样哀嚎。谁能想到几秒前他还是高高在上的70级强者？时间回到刚才，烟尘散去，堂堂学院副院长洪鹏涛像死狗一样飞出深坑，全场瞬间死寂。那些围观的势力眼睛的下巴都快掉了，他们根本无法理解，我一个刚觉醒的废材天赋，凭什么能把老牌领主打得满地找牙？在众人惊恐的注视下，我开启合体状态，缓缓升空。森白骨甲配合巨大古翼，周身黑雾缭绕，等级直接飙升到79级。这种掌控全局的力量感简直爽爆！石青柔那女人眼神里全是贪婪，估计已经在脑补怎么算计我了。但我现在根本没空理会这种垃圾。我迈步走向洪鹏涛，每一步都踏在他碎裂的自尊心上。这老家伙还在吐着血叫嚣，说我公然袭击他必死无疑，还恬不知耻地骂我是仗着技能逞凶的蝼蚁。我直接被气笑了。你仗着等级压我时，怎么不觉得自己无耻？我抬起巨大的骨足，重重踩在他胸口，俯视着他那张因为恐惧而扭曲的老脸。现在，你告诉我，到底谁才是蝼蚁？随着脚下骨头碎裂的声音骤然响起，全场只剩下一片死一般的寂静。我脚下猛然发力，在骨头碎裂的哀嚎声中，直接将所谓的学院副院长踩成了废人。这一刻，全场死寂。洪翔像个疯狗一样在旁边狂吠，搬出他那当副城主的爹和显赫的洪家来威胁我。我心里冷笑，洪家又如何？在我眼里不过是待宰的羔羊。就在我准备下死手时，院长张广德沉着脸跳了出来，摆出一副道貌岸然的模样，威逼利诱让我放人，甚至还要我向学院道歉补偿。我直接气笑了，这种藏污纳垢、包庇败类的学院，多待1秒都嫌恶心。他居然还敢大言不惭地说是学院成就了我，真是我见过最厚颜无耻的逻辑。更让我作呕的是池清柔，这个刚刚还背后捅刀子的贱人，现在居然也有脸站出来劝我不要执迷不悟。我看着他那虚伪的神情，心里的杀意瞬间沸腾。这女人坑我害我这么多次，真以为我不会连她一起宰了？面对院长的最后通牒，我只给了一个回答：学院容不下我，那又怎样？在众人惊骇的目光中，我猛然发力，砰的一声，洪鹏涛在我脚下瞬间爆成一滩血水。我冷冷的扫视全场，今天该死的人一个都跑不掉。谁能想到，在这众目睽睽之下，我竟然真的亲手宰了副院长。全场死一般的寂静后是排山倒海的惊呼。洪翔那怂包满脸冷汗，根本不敢靠近我，只能把火撒在周荣身上，啪啪2耳光扇得震天响，真是个只会欺负女人的废物。石青柔这虚伪的女人还在那大义凛然的劝我伏诛，实际上心里怕是早就乐开了花，觉得我一倒台，最高军事学院的名额就是她的了。院长张广德彻底疯了，他老脸扭曲的不成人样，直接开启魔法阵，召唤出数百头7阶大地暴龙，那阵仗像是要把整个广场都给踏平。看着这群咆哮的重装大蜥蜴，我内心毫无波动，甚至有点想笑。我有生命共享技能加持，区区几百个低级兵种也想拿捏我。就在这群畜生咆哮着冲过来时，一头9阶魔蝎之王从天而降，像推土机一样瞬间把暴龙军团扫成残肢。然而还没等这怪物抖威风，一柄恐怖的能量血剑凌空刺下，直接贯穿了魔蝎之王的背甲，将其死死钉在大地上。张广德脸上的狂怒瞬间僵住，整个人抖得像筛糠一样，眼里只剩下无尽的惊骇。杀了他！随着我冷酷的一声令下，刚刚还不可一世的9阶魔蝎之王，此刻正被血色巨剑死死钉在地上，痛苦哀鸣。1分钟前他还在疯狂叫嚣，现在却像只卑微的爬虫，为了活命竟然想跟我签订契约，永生为扑。我内心毫无波澜，甚至有点想笑，想当我的狗，你还不配！在我的至尊明皇天赋加成下，弗罗拉的战力早已直逼半神，他神色淡漠的挥动血剑，瞬间将巨蝎斩成2段。更让全场惊恐的是，他直接张嘴一吸，像吃点心一样把魔蝎之王的灵魂生吞入腹，最后还优雅的打了个饱嗝。全场陷入死寂后瞬间炸锅，学员们吓得脸色惨白，直呼我的天使是地狱恶魔。那位测试导师的表情尤为精彩，一边惊叹我是潜龙出渊，一边却在心里盘算着我杀性太重，脑后生反骨，非要除掉我不可。还有那个嫉妒到发狂的池清柔，
以及恨不得当场替二叔报仇的洪祥。看着这群各怀鬼胎的小丑，我只觉得可笑。此时，弗洛拉单膝跪在我面前，系统提示音如期而至，恭喜等级升至30级。我不仅解锁了能随意剥夺弱者生命的死亡权柄，还额外获得了2次兵种召唤机会。看着这群心怀鬼胎的围观者，我冷冷一笑，下一次召唤又会是谁的噩梦？看着漫天坠落的血色巨剑，张广德引以为傲的暴龙军团瞬间成了笑话。数百只大地暴龙，连哀鸣都来不及发出，就齐刷刷倒在血泊中。谁能想到，就在几分钟前，我还是那个被全校围考，甚至要被院长亲手处决的弃子。斩杀魔蝎之王，不仅让我等级狂飙20级，更让我觉醒了逆天的死亡权柄。只要实力比我弱，我便是收割生命的真神。此时，弗洛拉像最忠诚的卫士，护在我身前，那冷漠的眼神扫过全场，让所有人都如坠冰窖。池清柔这女人还妄想仗着校花身份对我道德绑架，劝我收手。结果话没说完，就被弗洛拉一道血光直接轰飞。看着前任周荣那张因为后悔而扭曲的脸，我内心只有冷笑。当初你对我爱答不理，现在的我你高攀不起。张广德这老狐狸还在搬弄院规，试图用他那74级的实力压我。弗洛拉却满眼蔑视，一个卑微的人类领主有什么资格审判我的主人？血色涟漪在虚空荡开，能量血箭如暴雨般覆盖整个广场。张广德惊恐地嘶吼着，让我住手。可有些代价，从他动杀心的那一刻起，就注定要用鲜血来偿还。广场上几百只大地暴龙的尸体血流成河，院长压箱底的暴龙军团竟然被我一招秒了。我看着全场呆滞的表情，心里毫无波澜，甚至有点想笑。几秒钟前，他们还觉得我是个能被随意拿捏的软柿子。弗洛拉一脸满足地吞噬着那些灵魂，而我也忍不住摇头冷笑。这些废物连经验都不加，简直浪费时间。院长张广德气得老脸铁青，身体抖得像筛糠，他内心正疯狂滴血。毕竟没了这些底牌，他连院长的位子都坐不稳。这老狐狸见势不妙，开始跟我玩心理战，变脸比翻书还快，居然许诺只要我上交天使赎罪，就推荐我去最高军事学院。我心里冷嗤，他那点想卸我武装，在杀人夺宝的猥琐心思，隔着3里的都能闻到。旁边那个脑残女池清柔还在那儿跳脚，生怕我抢了她的名额。就在所有人都以为我会为了前途妥协时，我看着张广德那张虚伪的老脸，直接飞起一脚，砰的一声，这老东西像个断线风筝一样飞了出去。想觊觎我的天使，你也配？至于旁边还在叫嚣的洪祥和周荣，我隔空一抓，像按死2只蚂蚁一样，让他们屈辱的跪在我面前。老东西，给你脸了是吧？真正的清算现在才刚刚开始。你爹就算是天王老子，今天也得死。我看着脚下这对如丧家之犬的狗男女，心中只有冷意。此时的我身披古龙之铠，弗洛拉的6翼在我身后绽放血光。院长张广德早已被我踹飞在远处吐血。曾经不可一世的洪祥和背叛我的前女友周荣，此刻正屈辱地跪在我面前。洪祥还敢嘶吼着搬出他那个副城主老爹威胁我，周荣甚至厚着脸皮求我放过。我冷笑一声，五指猛然收拢，直接发动生命剥夺。看着金色的生命精华从他们迅速枯萎的身体中涌入我的体内，这死亡权柄简直就是满级外挂，不仅能杀人，还能反哺。张广德还不知死活的劝我跪下求饶。虚空突然崩裂，3艘如山岳般的战船带着震天的战鼓声破空而出，数千头毒龙咆哮着，遮蔽了整片天空。洪天赐眼神冰冷如刀，嘴里叫嚣着剑种放开我而跪下受死。瞬間，数千门闪烁着毁灭光芒的巨炮齐刷刷锁定了我的眉心。巨大的毒龙王头颅带着鲜血狠狠砸在城主战船上。刚才还不可一世的副城主被溅了一脸老血，全场瞬间死寂。就在几分钟前，这老家伙还带着上千头巨龙遮天蔽日，一副要把我挫骨扬灰的架势。看着周围那群墙头草幸灾乐祸的嘴脸，我心里直发笑。他们该不会真以为带几条大泥鳅过来就能救命吧？面对洪天赐的威压，我不仅莫收手，反而直接加大了吞噬力度。看着洪祥和周荣在我手中迅速苍老，绝望哀嚎，那种所谓的豪门尊严简直比纸还薄。洪天赐气得当场破防，咆哮着命令那头9阶毒龙王俯冲索命。狂风席卷广场，所有人都在等我被撕碎。可我的守护灵弗洛拉只留下一句我去斩了他，便化作一道血色剑芒冲向高空。甚至连3秒钟都不到，天空便传来凄厉的惨叫。毒龙王那庞大的尸体像破麻袋一样坠落，弗洛拉像扔垃圾一样把那颗狰狞的龙头直接砸在了战船甲板上。弗洛拉提着血剑，眼神冷漠。蝼蚁，现在轮到你了。9阶毒龙王，堂堂乌港城战力天花板，在我手里竟然连3秒都没撑住。看着巨龙尸体砸进广场，激起漫天尘土，全场的人都傻了，甚至怀疑我这实力是不是违背了战力守恒。刚才还不可一世的洪祥，此刻满脸绝望地瘫在地上，嘴里除了不可能
就是求饶。而周荣这个为了攀高枝背叛我的女人，居然还有脸跟我谈旧情。我反手凝聚出一面光镜，照在他面前，看着镜中那个满脸褶子、白发如枯草的丑八怪，他发疯般的尖叫，求我了结他。既然你这么痛苦，那我就大发慈悲，抽干你的生命力，让你彻底解脱。看着地上的尸体，我冷笑着看向洪祥，威胁我说：“你爹是副城主，手里还有10万大军，没关系，我这就送你上路，回头再把你爹送下去，跟你团聚。”就在我准备动手杀了这废物的瞬间，一股恐怖的杀意瞬间将我锁定，一杆长枪直冲我心脏刺来。洪祥那个95级的老爹，终究是按捺不住，对我这个小辈搞起了不要脸的偷袭。顶级领主的战船在我面前轰然炸裂，漫天碎片中，全场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1分钟前，副城主洪天赐这老狗还叫嚣要拿我的命去陪葬，那一记撕裂空间的毒龙长枪直指我心口，周围那帮势利眼正等着看我变碎肉，可他们哪知道我有2大顶级兵种的生命力做后盾，这偷袭顶多算给我挠痒。弗洛拉瞬间闪现，一记血剑不仅挡住余波，还反手夺过长枪。我冷笑着看向甲板上的洪天赐，堂堂领主就这点本事。下一秒，弗洛拉灌注明皇之力，将长枪原路甩回，血色光芒瞬间撕碎了战船那纸糊一样的防御，整艘船当场炸成废墟。洪天赐喷着老血，满脸惊恐的嘶吼：“我是半神强者！”我内心毫无波动，甚至有点想笑。半神算什么？只要我想，神我也杀给你看！看着漫天落下的龙息和黑洞洞的炮口，我不仅没躲，反而嘴角上扬。真正的屠杀现在才刚要开始。上万名骑着梦魇兽的在黑雾中集结，死亡骑士，幽蓝色明火点燃了整座祭坛。这支军团足以让整个世界颤抖。而就在几分钟前，我正处于毁灭性的火力中心，洪天赐彻底疯了。上千头巨龙配合战舰、巨炮疯狂洗地，密集的蘑菇云几乎要把大地掀翻。围观的学员都断言我必死无疑。池清柔甚至在那坐着，把我当垫脚石的春秋大梦。我心里只有冷笑，这群蝼蚁根本不懂什么叫次元压制。弗洛拉随手撑开一轮血色护盾，接下了所有狂轰乱炸，还一脸淡定地告诉我，等这帮人能量耗尽就是他们的死期。我趁机进入召唤空间，击杀魔蝎之王，让我等级飙升到30级。握着2次保底召唤机会，我疯狂祈祷，千万别给我刷出垃圾骷髅兵。结果下一秒，祭坛爆发出贯穿天地的血色光束，伴随着那句“灵魂将永锁死亡锁链”的邪恶低语，整整1万名全副武装、9阶实力的死亡骑士军团凭空出现。我看着眼前这尊散发着恐怖死气的半神级巫妖，他正卑微地跪在我脚下，称呼我为伟大的明皇陛下。谁能想到，就在几秒钟前，我刚创造了领主界的奇迹，整齐划一的铁蹄声震碎了召唤空间的寂静，整整1万名9阶死亡骑士撕裂虚空，如潮水般跪倒在我面前。我表面稳如老狗，内心早就炸了。正常大批量召唤兵种，不是只能在领地进行吗？我这至尊明皇天赋，竟然能无视规则，接原地肉身爆兵。洪天赐那什么毒龙军团，在这1万名9阶死骑面前就是臭弟弟。还没等我缓过神，天空又被血色贯穿，半神巫妖伊莱多尔降临了。这家伙周身死气弥漫，却在落地后对我露出了极致的谦卑。我心里狂笑不止，有我天赋的10倍增幅，这尊半神现在的实力，怕是能直接手撕神明。看着这支足以横扫万界的恐怖军团，我缓缓抬手让他们起身。伊莱多尔和西姆克的狂热宣誓耳边回荡。我穿着古龙之铠站在法阵中心，俯瞰着这片属于我的亡灵汪洋。这腐烂的世界终将成为我的标本室，而真正的清算现在才刚刚开始。我看着这群小丑在我的坟头上蹦迪，甚至已经开始瓜分我的遗产了。就在刚刚，漫天的炮火终于因能量耗尽而熄灭。洪天赐那老家伙死死盯住广场中心，咬牙切齿地断定我已经被轰成了渣。周围的学员们如释重负，纷纷咒骂我是毁掉学院试炼空间的祸害，死有余辜。连测试导师都在装模作样的感叹，说我这惊世天才若是没招惹洪家，也不至于落得个粉身碎骨的下场。最疯狂的是洪翔，这废物躺在地上笑得几乎断气，心里还做着靠他老子用宝物重塑筋骨，重回 S 级天才的美梦。而院长张广德更是一副谄媚相，为了平息城主的怒火，转手就把原本属于优等生的进修名额当做补偿送给了洪翔。原本以为名额稳操胜券的池清柔整个人都崩溃了，他浑身颤抖地看住这场分赃，心里甚至在疯狂咒骂我为什么不前脆把所有竞争对手杀光，好让他坐收渔利。看住这群各怀鬼胎的人在肆意庆祝我的死亡，我带着弗洛拉从散去的烟尘中缓步走出，衣衫整洁，毫发无损。面对这满场瞬间冻结的惊恐表情，我冷冷地看住这群僵住的小丑，语气戏谑：“各位是不是高兴得太早了？”我站在炮火肆虐后的废墟中，冷眼看着那群目瞪口呆的蠢货，他们以为战舰炮轰和千龙吐息就能送我上路，真是异想天开。看着张广德那副见了鬼的怂样，我心里的嘲讽已经拉满。既然这么想让我死，那接下来就看谁先去见阎王。我直接虚空一抓，像拎小鸡一样把吓破胆的洪翔锁死在面前。洪天赐在高空急疯了，一边狂吼着让我住手，一边疯狗般冲下来就刺。可惜我的天使弗洛拉可不是吃素的，金羽一震，直接封死了他的去路。至于旁边那个还想借我的手除掉竞争对手，坐收渔翁之利的池清柔，那点卑劣的心思我一眼看穿，真把我当成了他上位的工具人。
洪翔这废物理直气壮地威胁我，说杀了他，我绝对走不出乌港城。我冷笑一声，死到临头还拿这种烂借口压我。我直接开始抽取他的生命力，金色的生机在指尖流转，听着他绝望的惨叫，我没有一丝怜悯。洪翔断气的瞬间，全场哗然，洪天赐彻底崩溃，指挥着上千头巨龙朝我喷涌龙息，试图将我化为灰烬。我面无表情地站在原地，看着空间在高温下扭曲。既然你们非要赶尽杀绝，那我就让这乌港城变成真正的地狱。我身后的魔法阵陡然炸裂，散发着浓郁死气的半神级巫妖正式降临。上千只巨龙的尸体像暴雨般砸向地面，不可一世的毒龙军团瞬间成了干尸。洪天赐看着这一幕，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就在刚才，我召唤出了真正的半神级冰种巫妖伊莱克尔。随着他的现身，恐怖的死气几乎要把乌港城的空间震碎。之前还冷嘲热讽的测试导师，现在尖叫的像个土拨鼠。张广德更是老脸惨白，根本不敢相信我这个所谓的废材能招出这种祖宗级战力。躲在远处的痴心柔表情最精彩，那脸扭曲的跟调色盘一样，心里一边嫉妒我身上有秘密，一边还异想天开的觉得洪翔死了他就能顶替名额，甚至还打算趁乱溜走，生怕被我清算。我心里冷笑，他之前偷袭我的账还没算呢，想走没门！我一声令下，伊莱克尔祭出无数灰色锁链，像串糖葫芦一样贯穿了天空中的所有巨龙，疯狂吸取他们的生命精华。眨眼间，上千巨龙全被秒杀，庞大的尸骸砸毁了学院大半建筑。洪天赐目眦欲裂，整个人彻底破防。而此时，在不远的银月城上空，龙国最高军事学院的豪华楼船已悄然抵达。那些傲慢的招生团成员还不知道，乌港城里正站着一个能让他们集体三观炸裂的怪物。天塌了是什么感觉？刚才那一瞬间，一股恐怖的法则能量横扫而过，我脚下这艘巨型楼船差点被当场掀翻，学员们更是吓得鬼哭狼嚎。我作为招生办主任段宏，99级的修为，此刻也觉得心惊肉跳。这绝对是有生灵在突破半神层次。我目光死死锁定百里之外的乌港城，这种急速攀升的压迫感，如果真是野生怪物出世，连我都得呼叫支援。说实话，这一路招生，我心里全是槽点。跑了几十座城，收了50来个学生，结果全是普通的 S 级，双 S 级才2个。至于3S 级的妖孽，更是连根毛都没看见。这届新生的质量真是差到让我无语。原本打算3日后再去乌港城，现在看来1秒钟都不能等了。那里不仅有个预定的双 S 级苗子，更有这个神秘的半神波动在诱惑着我。我直接下令楼船开启最高过载模式，船尾喷涌出刺眼的能量光束。我倒要看看乌港城那个闹出泼天动静的家伙到底是何方神圣。我看着堂堂乌港城副城主的脑袋像皮球一样滚落在地，全场瞬间死寂。就在刚才，我的巫妖伊莱克尔随手一抓，便将1000个8阶龙魂塞进嘴里生吞。那凄厉的哀嚎在广场上空盘旋，简直是所有人的噩梦。周围那些所谓的精英学员个个抖得像筛糠，连之前一心想弄死我的导师张广德，此刻脸上的后悔都要溢出来了。估计他正恨不得自抽耳光，后悔没早点跪在我脚下叫爸爸。毕竟在半神级生灵面前，他那些依仗全是笑话。这时，半空一声惨叫，洪天赐像条死狗一样被弗洛拉一剑重重拍进地底，砸碎了半个广场。这老东西死到临头还跟我叫嚣，威胁我说他是朝廷命官，杀了他整个龙国将再无我的容身之地。我听完只觉得好笑，在这个弱肉强食的世界，神明才是至高，而我就是那个即将改写规则的人。我俯视着他那张写满恐惧的脸，一字一句地告诉他，既然这天下容不下我，那我就杀出一片容得下我的天。就在他援兵赶到的那一刻，弗洛拉的血剑没有丝毫迟疑，手起刀落，鲜血飞溅中，我抬头看向半空中那群自称来自最高军事学院的高端战力，眼神冰冷。怎么，你们也是来找死的？副城主洪天赐已经死透了，试炼广场遍地龙尸，成了我最华丽的背景。我身披古龙之铠，立于废墟中央，身后的巫妖和天使散发着令人胆寒的死气。就在这时，高空云层翻涌，一群来自最高军事学院的高手落地，带头的招生办主任段宏死死盯着我的巫妖，那眼神震惊中带着贪婪。周围的导师都在倒吸凉气，疯狂揣测我身后是不是站着某位顶级大佬，甚至觉得我召唤出半神级兵种简直是疯了。我心里冷笑，这领主世界本就是弱肉强食，既然敢惹我，我就得让这城主府改姓。本以为这帮老家伙会为了维护秩序对我出手，没成想段宏这老狐狸竟然十分欣赏我的狠辣。在他眼里，心慈手软的都是垫脚石，像我这种连副城主都敢杀的混不吝，才是他们学院最需要的疯子。看着他那一副捡到宝的表情，我紧绷的弦稍微松了点，只要不影响我升级，倒也能跟他们谈谈。可旁边那个老狗院长张广德却不干了，他像被踩了尾巴一样疯狂叫嚣，非要段主任出手把我这叛徒当场镇压。我嗤笑一声，正准备让弗洛拉送他上路，段宏却先一步变了脸，一句我做事需要你教，直接把老狗吓瘫在地上。全场瞬间死寂。段宏转头看向我，那是属于强者对强者的审视。我当众宰了副城主，原以为会被最高军事学院的主任直接镇杀，可对方接下来的操作差点让我闪了腰。看着段宏那满脸堆笑的模样，我心里直犯嘀咕，这剧本是不是拿错了？刚才还威风八面的院长张广德，此刻被晾在旁边，脸都绿了，估计他也没想到段主任会当众打他的脸。我冷着脸回了一句，
杀了副城主又怎样？原以为会引来一场恶战，谁知段宏竟拍案叫绝，直夸我杀伐果断，说对待敌人就该斩草除根。我心里直呼好家伙，这最高军事学院出来的果然全是战争狂人。我试探性的提醒他，我杀的可是身负官职的重臣，他却满脸不屑，转头对着围攻我的10万大军和空中战船发出一声怒吼，全部滚回去反省。看着刚才还杀气腾腾的大军瞬间落荒而逃，我深刻体会到了什么叫身份地位。段宏一脸得意地看着我，像个拉壮丁的土匪。他承诺只要我加入，不仅能让我1年内横着走，还能提供无数试炼空间，让我速升50级，去开辟真正的领主世界。听到征战万界这4个字，我握紧了拳头。这现实世界确实只是个新手村，真正的博弈才刚刚开始。我五指虚空一抓，堂堂学院院长体内的生命力竟化作漫天金光，被我疯狂吞噬。这一幕吓得在场所有人屏住了呼吸。就在刚才，我才真正意识到领主世界的残酷，学院隐瞒的真相远比我想象中更血腥。唯有踏入更高的学府，才有资格主宰生死。面对主任段宏递来的顺水人情，我没有丝毫犹豫。这种想挖我秘密的老杂碎，必须亲手送他上路。死亡权柄瞬间发动，张广德像个漏气的皮球，迅速干瘪衰老。他凄厉地惨叫着求饶，甚至卑微地求我去前线戴罪立功。我内心冷笑，当初暗算我的时候，你可不是这副嘴脸。旁边的导师们不但没阻拦，反而一脸鄙夷的嘲讽。在这个实力为王的世界，一个缩在后方只会算计学生的70级废物，死在天才手里就是最好的归宿。巫妖伊莱克尔更是狠辣，在张广德断气的瞬间，反手就将他的灵魂生生拽了出来，直接塞进那颗囚禁了上千头巨龙和无数强者的灰色魂球。在那里等待这位前院长的将是永无止境的炼狱折磨，而我已经盯上了更高的山峰。我当众宰了最高军事学院的院长，全场瞬间死寂，所有学员看我的眼神就像在看一个疯子。刚才还威风凛凛的院长，现在成了我脚下的尸体。这帮平时眼高于顶的天才，现在连大气都不敢喘。我心里冷笑，这学院一共就3个大佬，现在被我一串二干掉2个，剩下的周副院长估计正躲在哪个角落里瑟瑟发抖。更离谱的是，总部派来的段主任不仅没打算治我的罪，反而一脸和气地问我消气了没，甚至当场玩起了权力游戏，随手就把一个跑腿的女导师提拔成了代理院长。看着那女导师狂喜的嘴脸，我瞬间悟了，个人实力强固然能横着走，但这种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权柄才是真正的终极外挂。正当我准备动身前往总部时，旁边的导师多嘴提到了那个双 S 级的校花池瑶，我这才想起，这女人当初趁我跟魔蝎之王硬刚时，竟然在背后给我甩大火球偷袭。虽然她顶着一张祸国殃民的脸，但我林峰的字典里可没有圣母2个字，既然敢玩背刺，那就得做好被我清算的觉悟。我转头死死盯着导师，语气平淡却杀气腾腾，你不说我还真忘了，那个女人也该死。主人，昔日高傲的双 S 级女神池清柔，此刻正卑微地跪在我脚前，满脸屈辱却不得不臣服。就在刚刚，看着满地同伙的尸体，这女人还妄想用所谓的顶级前置当筹码，求我放她一条生路。段主任也在一旁打圆场，说双 S 级天才杀了可惜，建议让他跟我签个合约，分我一半战利品。我心里冷笑，背后捅刀子的账是这点蝇头小利就能买断的吗？我连废话都懒得说，直接示意巫妖伊莱克尔动手。老伊不愧是半神级的狠角色，虚空一抓就把池清柔的灵魂碎片硬生生拽了出来，强行融入我的身体。段主任在一旁看麻了，这可是顶级半神才能玩的灵魂禁制。现在这女人的生死全在我一念之间。我看着她那张惨白的脸，当场试验了一下，只见池清柔瞬间像被万蚁噬心一般，抱着脑袋在地上疯狂惨叫打滚。我居高临下的告诉她，妄图杀我却能活命，她得学会感恩。她娇躯颤抖着想叫我学弟求饶，我眼神微冷，纠正她的称呼。她死死咬着牙，终究还是在灵魂的剧痛下，从牙缝里挤出了那2个字。我强行奴役了全校第1校花池清柔，看着这位天之娇女跪倒在脚下，全场都陷入了病态的疯狂。面对周围那些嫉妒到发狂的目光，我内心毫无波动。在领主世界大鱼吃小鱼的法则里，只有狠人才能活到最后。主任段宏不仅没责怪我的冷酷，反而赞赏我这种如鱼得水的枭雄性格。我表面淡定，OS 却在疯狂记笔记。老一辈用血换来的生存经验，我必须刻在骨子里。池清柔起初还满脸屈辱，甚至脑补出我会对她做各种无法拒绝的过分要求。可当主任提醒她，跟着我这个能召唤半神巫妖的天才才是真正的机缘时，这女人的眼神瞬间亮得吓人，变脸速度比翻书还快，当众改口称我为主人，表示要全心全意侍奉。我心中冷笑，最好记住你的承诺，否则后果你懂的。随后，我的巫妖伊莱克尔施展手段，将满地的巨龙和魔蝎尸体通通收入古镜，这些可都是炼制顶级亡灵傀儡的绝佳材料。主人问我要不要回家道个别，我冷冷看向远方，那种冷血的家庭不回也罢。随着他右手一挥，我们一行人直冲云霄。真正的残酷世界，我林峰来了。我把堂堂校花变成了言听计从的奴仆，全城人都在议论我的残暴，可我却大摇大摆登上了前往最高军事学院的飞船。一上甲板，无数探寻和嫉妒的目光就扎了过来。我收敛了古龙和巫妖，看起来像个平平无奇的学员，但这挡不住段主任那近乎谄媚的热情。
他恨不得把我当祖宗供起来。毕竟像我这种杀神，在他眼里就是升职加薪的宝贝。在众人见鬼般的眼神中，他亲自给我安排了船上最顶级的豪华舱。这种待遇直接让旁边那个银月城的第一天才月景峰把后槽牙都咬碎了。他自诩城主之子，哪受过这种冷落？那眼神恨不得当场跟我决斗。带路的导师还在那儿语重心长地叮嘱我，说到学院了下手一定要轻点，别让主任难做。我还没吭声，身后的池清柔就开始在心里疯狂吐槽，确实得轻点，不然我那半神级巫妖一露面，这帮所谓的顶级天骄怕是连跪下的机会都没有。我感受着身后那股要把我后背戳穿的阴冷视线，心里冷笑，看来这趟去学校的路，总有人想不开要来给我送人头。我让顶级双 S 级女神在房间伺候了整整2天，在出门时，她那清冷又带着一丝妩媚的模样，让整艘船的男生嫉妒的快要发疯。听着周围那快要掀翻甲板的咒骂和质疑声，我心里毫无波澜，甚至想笑。这种顶级待遇，你们这辈子恐怕也只能在梦里见到了。2天前，我带走俏脸通红的池清柔，在封闭的房间里共度了48小时。其实我只是让她尽到一个随从的本分，但外界的传言显然更精彩。等我们再次现身，脚下已是龙国都城。这座巨城被巨大的防御盾笼罩，城墙上密布着能量巨炮，传闻连一族神明降临都会被打爆神体镇压在地底。随着楼船降落在最高军事学院，那个月景峰盯着我的眼神恨不得把我生吞活剥。他根本无法接受心目中的高冷女神竟会甘心卑微的伺候我。但我没空理会这些柠檬精，因为周围那群老生正露出残忍的狞笑，他们迫不及待想看我们在接下来的测试之地里被吓得屁滚尿流的怂样。我看着这些所谓的精英前辈，活动了一下手腕，希望等会儿在试炼场，你们的骨头能像你们的嘴一样硬。我正要去住专属单人豪宅，跳梁小丑就当众跳出来抗议所谓的公平。就在刚才，我们踏入了龙国最强军事学院的大门。段主任的动员口号震天响，但明天的入学测试才是真正的重头戏。这可不是过家家测天赋，而是实打实的怪物猎杀。只有前3名能杀进高级班抢夺顶级资源，剩下的人只能在底层泥潭里挣扎。旁边那个号称银月城第一天才的月景峰，看我的眼神满是嫉妒，咬牙切齿的发誓要在测试中把我踩在脚下。我连头都没回，随口对身边的池清柔说了句垃圾，直接让这家伙当场破防。我心想，14级也配叫天才？真不知道哪来的自信。本以为能早点休息，结果导师屁颠屁颠跑过来，非要领我去住专属单人宿舍。我也能猜到主任的良苦用心，毕竟真要把我跟这群菜鸟关在一起，我保不齐哪天晚上睡不着就把室友全给顺手宰了。可脚还没迈开，被激怒的月景峰就挡住去路，咆哮着质问为什么要区别对待，凭什么大家都是新生，我却能享受特权？他似乎还没搞清楚，在这弱肉强食的世界，强者本身就是特权。清脆的巴掌声响彻全场，池清柔眼神冰冷，我主任问你，一个巴掌到底响不响？就在刚才，这群人还在为了我住单人宿舍疯狂跳脚，酸味简直冲破屋顶。月景峰更是带头挑衅，说我一男一女共处一室是搞特殊待遇。我心里冷笑，老师段宏估计也在骂娘，他哪是给我特权，他那是怕我身边的巫妖把这帮菜鸟全撕了。面对叫嚣，我直接表态，只要别惹我就行。可月景峰非要作死，嘲讽我说什么一个巴掌拍不响。行啊，这种离谱要求我必须满足，反手就让池清柔过去扇得他怀疑人生。随着这声脆响，全场瞬间死寂。比起被打脸，更让他们三观地震的是，这位双 S 级的天才女神竟然卑微的喊我主人。池清柔这妮子倒是打爽了，内心疯狂吐槽，想再多抽几下过瘾。段宏阴着脸强行终结了这场闹剧，但我看着月景峰那张因为极度屈辱而变得铁青的脸，知道这仇是彻底结深了。他咬牙切齿地盯着我，心里已经在盘算怎么报复，但在我眼里，这不过是跳梁小丑最后的挣扎。敢招惹我，下次就不是扇巴掌这么简单了。刚来学院报道，导师反手就送了我一套独栋豪华别墅，我原以为顶多是个单间，没想到段主任手笔这么大。导师说这原是一位陨落高层的旧宅，问我介不介意。我心里冷笑，死过人怕什么？我亲手杀过的人比这宅子里的鬼都多，有伊莱克尔坐镇，什么妖魔鬼怪敢靠近？我客气的谢过。等导师一走，池清柔这小妮子就贴了上来，放着空房间不选，非要跟我挤主卧。我直接点头应允，反正多他一个也不嫌挤。紧接着我召出巫妖伊莱克尔，命令他布下法则结界，我要让这里变成连神明都无法强闯的境地。看着伊莱克尔引入空间修行，我心里底气十足，在我的专属空间加持下，召唤物变强就像坐火箭，我迟早要带出一支神明大军。正当我安顿新家时，段主任正对着院长吴正红一脸苦笑，说这次招生的消息简直是冰火两重天。好消息是招到了史无前例的天才，坏消息是这天才还没进校门，就因为脾气太暴，直接把老家的院长和副城主给全宰了。院长原本淡定的笑容瞬间凝固，他可能还没意识到自己这回招进来的哪是学生，分明是尊惹不起的活阎王。一个新生竟能反杀副城主。当我把战报递给院长吴正红时，他老人家差点惊掉下巴。我赶紧汇报，那些地方势力为了私怨进围攻学院天才，简直无法无天。院长气得当场拍桌子，发誓要把这些臭虫彻底清洗。但他更在意的是林峰召唤出的半神巫妖。要知道，
召唤这种存在通常得折寿，可林峰不仅拥有 SSS 级亡灵君主天赋，更离谱的是他召唤兵种根本不好寿命。OS 院长扶稳了，这小子可是行走的永动机啊！吴院长激动的老脸通红，连说3个好，直呼天佑龙国。我提醒他这小子性格阴冷，杀伐果断，院长却看得很开。亡灵系哪个领主不疯批？这种狠人去领主世界才是降维打击。为了不让这尊杀神把普通宿舍拆了，我特意把他塞进了北区独立别墅。至于那些不服气的刺头，林峰的女仆随手一巴掌就让他们学会了闭嘴。Oh yes， 在绝对实力面前，叫嚣只会显得可笑。最后院长直接拍板，明天的入学测试林峰不用参加了。他那半神巫妖往那儿一站，整个测试空间都得崩碎。这还测个屁！走个过场，直接给最高评级。林峰，给我站住！我正领着赤青柔走向测试场，一个号称银月城第一天才的倒霉蛋，带着满脸能酸死人的嫉妒拦在了我面前。周围上千名新生像看戏一样散开，我心里一阵叹气，长得帅，实力强，还有校花倒贴，确实容易招人恨。昨晚也不消停，那个100多级的半神院长大半夜不睡觉，非要跑来我别墅外边晃悠，被我的法则结界挡住后，还感慨我警惕性高。他哪知道我当时正忙着和青柔办正事，根本没空理他这种老头子。今天一早，广场上全是议论院长要亲自收徒的传闻，上千号人为了争夺那3个进入高级班的名额，眼都绿了。尤其是看到我带青柔招摇过市，又听说我住的独栋别墅比导师还好，这帮人的唾沫星子差点没把我淹死。大多数人也就只敢在背后嚼舌根，偏偏这个叫岳景峰的14级天才非要跳出来当出头鸟，非要在我面前找存在感。我看着他那副恨不得把我生吞活剥的表情，心里只有一句无奈的吐槽：兄弟，这年头赶着送死的人怎么就这么多呢？要是输了，我主动把脸伸过来让你抽个爽。看着岳景峰那副歇斯底里的蠢样，我心里直发笑。这家伙身为银月城主的独苗，昨天刚被我侍女抽了一巴掌，今天竟然还敢跳出来找我赌命。他非要跟我比试猎杀怪物的积分，叫嚣着输了就磕头下跪。我心想，这年头的2世祖是不是都觉得自家老爹要冲击半神，自己就能原地飞升了？我冷笑一声，行啊，下跪就不必了，输了再让我抽一巴掌就行。看他那副胜券在握的表情，估计还做着靠他老爹私下给的7阶兵种虐我的美梦呢。呵，跟我比兵种，他怕是不知道什么叫真正的绝望。这时，副院长公海降临，强大的威压让全场瞬间鸦雀无声。段主任却悄悄凑过来告诉我，院长特别交代我可以不用出手，直接拿最高待遇走个过场。我看着岳景峰回头瞪我时的嚣张眼神，活动了一下手腕，对段主任回了一句：那可不行，这巴掌我非亲自抽回去不可。测试空间的大门轰然开启，既然有人急着把脸凑上来，那我肯定得成全他。院长居然让我低调，他根本不知道自己在阻止什么样的怪物。主任段宏听说昨天那个被我扇巴掌的蠢货又来挑衅，急得火冒三丈。他严厉警告我，学院铁律不能杀人，否则他没法跟院长交代。行，看在主任面子上我不杀生，但绝对得让那家伙以后见了我都绕道走。紧接着段宏又给我套枷锁，说我的巫妖和天使战力太超前，一旦出手法则力量会把测试空间直接搞崩。他笑眯眯的建议我用那头7阶古龙就行，觉得拿个第一轻轻松松。我表面点头答应，心里却在疯狂吐槽，主任你也太天真了，光靠一头古龙怎么震慑全场？既然不让动用顶级战力，那我就拉出整支9阶死亡骑士军团，准备血洗整个测试空间。段宏还觉得我挺好说话，甚至透露测试后吴院长要亲自见我。此时高台上副院长正慷慨激昂地画大饼，所有新生都像打了鸡血，做梦都想拿第一去引起高层关注。随着璀璨金光从天而降，我和赤青柔瞬间被传送。这群妄想争第一的炮灰根本不知道，真正的杀神已经进场了。谁敢信？连大屏幕都快被震碎了，测试空间竟然发生了一场足以掀翻天地的剧烈地震。就在刚才，我们这群学院高层正围着院长吴正宏献殷勤。这位117级的半神大佬，平时神龙见首不见尾，今天居然为了收徒亲自坐镇，惊得我下巴都快掉了。我忍不住试探，院长却一脸神秘地告诉我，他看中的那个天才极其低调，为了不露锋芒，这次测试的排名估计连前几都进不去。我心里直犯嘀咕，连3S级的天赋院长都瞧不上，那得是多逆天的妖孽啊！正琢磨着，段宏教官火急火燎地冲进来，说有个不长眼的货非要找林峰打赌比试。林峰这小子竟然还真接招了。院长听完气得直骂挑衅者是蠢货，还特意叮嘱让林峰别动用王牌，尽可能藏拙。我这才反应过来，合着院长是把那个叫林峰的当成了未来的神明在保护。我刚想打听这林峰到底是何方神圣，脚下却突然一阵剧晃，整个测试空间就像被猛兽撞击一样疯狂颤抖。我勒个去，林峰该不会是答应了要低调，结果一个没忍住，直接把整个考场给打穿了吧？1万名9阶死亡骑士，黑压压的铺满大屏幕，这恐怖的阵仗吓得学院高层集体破防，副院长更是惊恐的尖叫，这哪是新生，这简直是怪物。我也很无奈，院长明明交代过要低调，走个过场就行，可我寻思，这1万个骑兵已经非常收敛了。此时监控室里的院长正疯狂揪着胡子，
他气急败坏地质问主任：“是怎么交代我的？”主任在那儿一脸委屈地哭诉，说他明明警告过我，不能动用那只半神级的巫妖和道王天使。我也确实答应得好好的，可谁能想到我手里还藏着一支9阶军团呢？我心里暗暗吐槽，不让我带大将出征，我带点精锐步兵总不过分吧？院长却直接爆出了终极炸弹，我的天赋是 SSS 级亡灵君主。最离谱的是，我召唤兵种根本不需要献祭寿命。此话一出，全场直接死寂。看着屏幕里我那浩浩荡荡、横推一切的亡灵大军，院长现在唯一的祈求就是让我千万别把整个测试空间给血洗了。正带着大军走向考核中心最深处，而那里坐镇着本次测试最强的守关 BOSS， 万名9阶死亡骑士对我齐声跪拜，滔天死气瞬间让白昼化作极夜，这才是真正的降维打击。几分钟前，岳景峰还在那儿自我陶醉，召唤出区区100头比蒙，就觉得自己稳操胜券了。看他那副自我感觉良好，非要让我当众下跪的嘚瑟样，我真想问问是谁给他的勇气。梁静茹骂他以为限制了我的那2张王牌，我就没牌了，真是天真的可爱。身边的池清柔原本还一脸担忧，生怕我输掉赌约，可当那座巨大的血色阵图在半空撕裂，军团长西姆克带着1万名骑着梦魇兽的9阶死骑，浩浩荡荡踏出黑雾，这女人的表情简直比见了鬼还精彩。估计她此刻正疯狂庆幸当初没跟我死磕到底。地洞山摇间，整片丛林的怪物都在站立，车队停在船厂大门。这根本不是测试，这是单方面的屠杀。我看着跪在面前请命的西姆克，只下了一个指令：清空这个空间的所有怪物，一个不留。随着万人齐吼，血洗空间，恐怖的杀意瞬间锁定了每一个角落。岳景峰想让我跪下，你先看看自己，在这万名死骑的铁蹄下，还能不能留个全尸？万米高的明皇神座破空而出，我端坐其上，俯瞰着脚下如潮水般跪拜的亡灵大军。这一刻，我即是神明。就在刚刚，不可一世的岳景峰怂得像条狗，我反手就是一个耳光，教他明白什么叫低调做人。因为我随手召唤出的死亡骑士团太吓人，院长连夜把我叫进办公室，嘴上埋怨我太高调，手却很诚实的塞给我一块9级领地令牌和一枚顶级物资戒指。看我58级的恐怖等级，他老人家明显是怕我把学院给拆了，赶紧把我踢去领主世界历练。我带着死心塌地的池清柔回到别墅，直接开启系统终极召唤，伴随血光炸裂，第一抽竟是骸骨之山，每天保底产出1000万亡灵兵种。紧接着第2道血光降下，至高神器明皇神座轰然现世。当我坐上的那一刻，万米真身震撼全场，巫妖6翼天使、古龙军团全部狂热跪服，齐声震喝，拜见明皇陛下。新赛季领主世界争霸我来了。